你有没有碰上过这样的怪事？你人生里某个从没到过的角落，突然就变得眼熟的吓人，或者你话到嘴边还没说，脑子里已经把整句都拍好了。更邪门的是，你身边同一个东西，昨天明明放在这儿，今天翻遍了全屋都找不着，可过了几天，它又不声不响地躺回原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你以为这只是自己记性差？不，先别急着下结论。有一种感受，我敢说你80%经历过。你走进一间陌生的屋子，或者你正跟人搭话，脑子里咔的一下像被电了那么一瞬，一个念头猛地冒出来。这一幕我以前绝对见过，连屋里的光线，空气里那股味道，你都觉得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梦里一模一样的出现过。那1秒钟，你后背的汗毛全竖了起来。可你心里门清，你其实是头一回碰上这一切。科学上给这种事儿起了个名字，叫既视感。如果你觉得既视感吗，不过是脑子偶尔卡了一下壳，那咱们接着往下唠。有个更离谱的等着你，这玩意儿叫曼德拉效应。你现在闭上眼，在脑子里给皮卡丘画个像，它尾巴尖是不是黑色的？你敢打包票是黑的？不，它从头到尾都是纯黄的，压根儿就没黑过。再来一个，你回想一下那尊全世界都认识的雕像思想者，他那只撑着脑袋的手到底是贴着额头还是顶着下巴？你记忆里10有8九觉得是贴着额头，对吧？你现在随手搜张照片看看，你会一激灵，他其实一直是用手背顶着下巴。这还没完，一大堆人拍着胸脯说，南非那位曼德拉总统，上世纪80年代就在牢里没了，连电视上放葬礼的画面，他们都觉得记得清清楚楚。可真相是，这人一直活到了2013年。这么大规模的记忆集体翻车，到底咋回事？是咱们所有人的脑子在同一个地方一块儿出了错，还是说在某个短到你察觉不了的瞬间，咱们这条时间线跟隔壁那个平行世界不小心叠到了一块儿，把你我的记忆搅和混了？你要是觉得这还不够悬，我再给你甩一个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都市传说，叫塔里德来的人。那是1954年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来了一位打扮古怪的白人旅客，他护照看着挺正经，上面盖满了世界各地的签证章，可护照上写的国家名叫塔里德。海关的人把世界地图翻了个底朝天，愣是没找着这地方。那男的当时也懵了，他手指戳着地图上安道尔那个位置，说我的国家就在这儿啊，建国都1000多年了，你们地图上咋写着安道尔？海关一看，觉得这人是来捣乱的，直接把他带进审讯室仔细盘问。结果一查，这人怎么看都不像撒谎，他好几门欧洲语言说得溜得很，钱包里还塞着几种你现实世界里根本没有的钞票，甚至还能掏出塔里德这个国家发的驾照和银行存折。那男的看着海关瞅他跟看疯子似的眼神，自己也快撑不住了。他一口咬定自己刚从欧洲出差过来，之前来日本好几趟了，护照上明明还盖着以前进日本的真章。可就在第2天接着调查的时候出大事了。为了防他跑，那屋唯一的门外站着俩守卫，窗户是那种打不开的死窗，外头就是几十米的高空。守卫推开门一瞧，屋里空空荡荡，人就这么在一个封死的房间里凭空没了，连带着他被扣在机场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证件和行李也一块儿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好像这人被咱们这个世界硬生生地擦掉了一样。你猜他到底是啥来头？你说他是个道行极深的骗子，还是真的一个不小心从另一个叫塔里德的平行世界里卡着缝挤过来的走错门的人？你再回头想想开头我说的那事儿，你有没有过东西凭空没了又凭空回来的经历？你要是明明搁在玄关的柜子上，你翻了3遍都没有，急得满头汗，第2天你一低头，他就好端端地躺在那儿，位置连挪都没挪。
你当时是不是只当自己眼花了？可你把这些小事儿串起来看，你会不会有点发怵？这些看着八竿子打不着的怪现象，既视感、曼德拉效应、凭空消失的钥匙、机场那个走错门的人，他们背后会不会藏着同一个东西，一个咱们的常识根本装不下的东西？你可能觉得这些听着就跟科幻小说里编的一样，拿去拍电影还凑合，当真是不可能的。可我告诉你个事儿，你敢信吗？这些恰恰是眼下物理学家们正一本正经研究的正经课题。你想想，你当年那场考试是不是就差了那么2-3分？跟心心念念的学校擦肩而过，或者你因为一次赌气吵架，把那个人给弄丢了。假如你真的活在一个装着无数种可能的平行宇宙里，那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一定有另一个你，考进了最理想的学校，跟最爱的人成了家，过着你做梦都想要的日子。这个念头是不是让你一边觉得暖乎乎的，一边又觉得后背发凉？你人生里那个分岔口，当初要是走了另一条道，那条没被你选中的人生，是真的凭空蒸发了，还是在另一个你看不见的世界里，正实打实的一天天上演着？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掰扯掰扯，平行宇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要把这事儿搞明白，咱们得把时钟往回拨100多年，去瞅瞅物理学界当年发生的一桩怪事。这桩怪事可以说是把人类对现实世界那点老底儿砸了个粉碎。也正是打那天起，物理学家才回过神来，原来这个世界压根儿就不按常理出牌。故事得从一个叫双缝干涉的实验说起。咱们不整那些让你脑袋发胀的公式，就打个最接地气的比方。你想象一下，你手里攥着一把塞满彩弹的玩具枪，正对着一堵大白墙哒哒哒的扫。不过在你和墙中间还立着一块挡板，挡板上开了2道竖着的细细的缝。你闭着眼一通乱打，你琢磨琢磨，打完之后那堵大白墙上会剩下个啥图案？你肯定觉得这不简单吗？绝大多数彩蛋都让挡板给挡回来了，只有那些正好从2道细缝里穿过去的，才能在墙上留下2条跟缝一个形状的竖印子。这好懂吧？也完全符合你过日子攒下来的那点常识。好，现在咱们把这个场面缩小，一直缩到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咱们把彩蛋换成光子，也就是组成光的那个最基本的小颗粒。物理学家就跟你端着彩弹枪一样，拿着一台发射器，对着那块开了2道缝的微观挡板，一颗一颗的往外打光子。你注意啊，这儿是一颗一颗的打，绝不连发。你以为光子不就是个特别特别小的球吗？那墙上肯定也是2亮条，对不对？你以为是2条，结果一出来，全地球最顶尖的那些脑袋瓜全傻眼了。屏幕上留下的哪是2亮条，而是一道一道明暗交错的条纹。物理学里管这种明暗相间的花纹叫干涉条纹。你仔细想想，啥情况下你才能瞧见干涉条纹？只有像水波那样一圈一圈荡出去的东西，穿过2缝之后分成2股波，这2股波你撞我，我撞你，搅在一起，有的地方2个波峰叠一块变得更高，有的地方波峰正好碰上波谷给抵消了，最后才拧出这么一种明暗相间的特殊花样。可问题就在这儿，科学家明明是一颗一颗打的光子啊，就一颗光子，它咋可能像水波那样荡出去，同时钻过2道缝，然后自己跟自己撞上呢？这在道理上根本讲不通。它明明就是个单倍儿的个体，咋能在同一时刻分身成2，同时出现在2扇门里？为了搞清楚这颗光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科学家们决定来点狠的。他们就跟警察逮小偷似的，在这2道细缝旁边各装了一个精密的探测器，相当于在门上架了2微型摄像头。科学家心里盘算，我倒要看看你这颗光子到底是打左边这道缝过的，还是从右边那道缝溜的，这回你总该露馅了吧？结果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来了，
你猜咋着了？就在摄像头开机准备盯梢的那一刹那，光子突然不当了。他就像个察觉到警察正蹲点的老油条，唰的一下把所有反常的动作全收了回去。他变得老老实实，就跟你打出去的一颗普通彩弹一模一样，要么走左边，要么走右边，规规矩矩地穿过一道缝。等实验一收尾，屏幕上那片明暗交错的条纹彻底没影了，就剩下老老实实的2条亮带。这下整个物理学界都炸锅了。你听听，这叫什么事儿？你只要不盯着它，它就跟个幽灵似的，分身成俩，同时钻过2扇门。你只要一盯它，只要你想弄明白它到底在哪儿，它立马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这就是量子力学里最让人抓狂的那个玩意儿，叫叠加态。光子能同时又在这边又在那边搁着2种状态，只要你不去瞅它，这俩状态就同时挂着，还能自己跟自己较劲干涉。你再琢磨琢磨，这颗光子的做派是不是像极了一个心里有鬼的人？没人盯着的时候，他想怎么浪就怎么浪，一个人分成好几个到处窜。可只要有一双眼睛落在他身上，他立马把腰板挺直，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老实样。他咋知道你在看他的？他咋分得清什么叫被观测？这才是最瘆人的地方。一个没有生命、没有脑子的小颗粒，好像天生就懂得看人下菜碟。你听着，是不是觉得这简直就是魔术师在台上变戏法？难道你瞅他一眼，就能把宇宙最底层的运行规矩给改了？就因为你在旁边支了个摄像头，光子就晓得你在监视他，然后麻溜地改了自己的做派。面对这个能把人逼疯的结果，当年那帮物理学家绞尽脑汁想给他找个说得过去的解释，而接下来这场大论战更是直接牵出了那只鼎鼎大名，也是命最苦的动物，那只又死又活的猫。这只又死又活的猫其实是大物理学家薛定谔在脑子里琢磨出来的，专门用来抽别人耳光的。他要抽谁呢？抽的是以波尔为首的另一帮顶尖脑袋。面对光子那套邪门操作，波尔他们给出了一个你听着就特别魔幻的说法。他们讲，微观世界里的东西在没人看的时候就是一团糊里糊涂的概率云，只有当你睁眼去瞅它的那一瞬，这团概率云才会猛地一踏，变成一个板上钉钉的现实。这套说辞在物理学史上有个名号，叫哥本哈根诠释。薛定谔死活不认这套，他心想，你们这不是睁眼扯淡吗？难道宇宙那客观的规矩还得看人的脸色行事？那这不就成了，你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了。为了让你看清波尔这套理论有多荒唐，薛定谔把这只名满天下的猫甩了出来。你想啊，你手上有一个彻底封死还绝对隔音的黑盒子，你往盒子里放3样东西，头一样是一个会随机放毒气的机关，这机关的开关连着一个微观层面上的放射性原子。前头咱们说了，微观世界是拿不准的，这个原子到底会不会衰变，完全是碰运气的。第二样是一个灌满剧毒气体的玻璃瓶，只要那原子一衰变，机关就会把玻璃瓶砸碎。第三样自然就是那只倒了大霉的猫，你把猫跟这套要命的装置往盒子里一塞，然后把盖子死死扣上，一丝光一点声都透不出来。好，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来了，按波尔他们那套说法，在你还没揭开盖子看一眼之前，那个放射性原子是处在叠加态里的。既然原子的状态没准儿，那你这机关的锤子也就处在又砸下去又没砸下去的叠加态。既然毒气瓶处在又碎了又完好的叠加态，那你搁里头这只猫就必然处在又死又活的叠加状态里。也就是说，在你掀开盖子之前，你这个封得严严实实的黑盒子里住着一只又是死的又是活的幽灵猫，这就太离谱了。在咱们的常识里，一只猫要么在里头踏踏实实睡大觉，要么已经变成一具凉透了的尸体。
咋可能有一种又死又活的中间状态？薛定谔甩出这个思想实验，本意是想狠狠扇那帮同行一巴掌。你以为波尔他们会被这个荒唐实验给驳倒？不，他们听完反而一拍大腿说：对呀，薛定谔，你这话说得太对了。在咱们还没揭开盖子看一眼之前，那只猫确实就处在又死又活的叠加态。只有当你把盖子掀开，外头的光照进去，猫的死活才被你这一看给定死了。你看一眼，猫就死了，或者你看一眼，猫就活了。现实是被你看出来的。这下薛定谔彻底郁闷了，本想将对方一军，结果人家顺着杆儿就爬上来了。可你要是静下心细想，这个解释真站得住脚吗？凭啥人类瞅一眼就能定一只大活物的生死？就算非得看，那你觉得谁才算有资格看的那个人？你在实验室里搁一只猴子，猴子掀盖看一眼算不算观测？或者你在盒子里塞个微型摄像头，让他把里头的情况录下来，这算不算把状态给塌了？要是非得有个带高级意识的人插手，才能让糊里糊涂的现实变得板上钉钉，那在你我人类还没出生的那138亿年里，整个浩瀚宇宙难道就是一团概率浆糊？这套老掉牙的解释，你越往深了想越觉得玄乎，越觉得立不住。就在整个物理学界都让这只猫搅得焦头烂额时，一个天才揣着答案登场了。他把那些神神叨叨的观测理论全扔了，直接用最暴力的逻辑一把撕开了宇宙的真面目。而他这个答案恰恰是你我真正读懂平行宇宙的头一把钥匙。这个天才叫休·艾弗雷特。他抛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还只是个20几岁的年轻博士生。你可能觉得面对当年物理学界那帮泰斗炒成一锅粥的乱局，一个毛头学生肯定会发怵。你以为他会随大流？不，他显得特别冷静，直接甩出一个把所有人认知全掀翻的想法。他说：你们别吵了，咱们干嘛非得死磕猫到底是死是活？为啥就不能是猫既死了也活着？只不过这俩事儿发生在你我看不见的两个不同世界里呢。艾弗雷特觉得什么概率云，什么观测导致塌缩，全是人类为了盖住自己那点无知硬编的托词。他指给你看，宇宙压根儿不需要人类的眼神去决定它怎么转。在那个原子面临衰变还是不衰变的岔路口，宇宙没掷骰子做决定，而是干脆利落的直接劈成了俩。咱们拿大伙儿最熟的流行文化打个比方，你立马就能听懂。你看过那部大名鼎鼎的美剧《高堡奇人》吗？讲的就是二战快收尾那个节骨眼上，历史拐进了另一条道，德国和日本赢了那场仗。而在你熟悉的漫威电影里，那个时间变异管理局把这概念说得更直白。每当有人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时间线就不接着往前走了，而是像树枝那样冒出一根全新的枝丫。休·艾弗雷特这套多世界诠释，说白了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货真价实的漫威宇宙。咱们再回到薛定谔那个封死的黑盒子，在艾弗雷特的理论里，当你要掀盖往里瞅的那一瞬，宇宙到底出了啥事儿？宇宙没发生什么神秘的塌缩，而是像从当中被一刀劈开的竹子，唰的一下裂成了俩彻底独立各自平行运转的世界。在其中一个世界里，你瞅见一只活蹦乱跳的猫，你可能长舒了一口气。可你千万留神，在裂出去的另外那个平行世界里，那个同样掀开盖子的你，瞅见的是一只已经让毒气毒死的猫。那个世界的你正对着猫的尸体伤心难过。这俩世界对你来说都是100%真实的，而且他们在裂开的那一瞬就彻底断了联系，各走各的道，你再也不会跟另一个你有任何交集。这就是量子力学里出了名的多世界诠释。要是这套理论是真的，那你仔细掂量掂量它背后的意思，有多让人头皮发麻。这说明平行宇宙不光存在，而且它就在你身边，每分每秒
都在用一种你想都想不出来的速度，疯了一样的往外裂。不管是一颗小小光子的走向，还是你每天早上出门拿主意穿白的还是穿黑的，甚至你在路口琢磨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只要摆着两种或者更多的可能，宇宙就毫不含糊地列出相应那么多份，把你所有可能的结局一个不落地全走一遍。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有无数个平行宇宙正同时转着，里头住着无数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揣着一样记忆的你。在一个宇宙里，你可能刚买完彩票中了头奖，现在正躺在某个海岛的沙滩上嘬着果汁。在另一个宇宙里，你可能因为出门晚了1分钟没赶上公交，结果错过了一场特别要紧的面试。甚至在更早的分叉上，某个宇宙的你可能挑了另一座城市，认识了一帮完全不一样的人，过着你现在压根儿想象不出来的生活。你曾经所有的后悔，所有那些我当初要是怎样怎样就好了，全在别的平行宇宙里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你再往深了想一层，这事儿就更瘆得慌了。你现在正盯着这个屏幕坐着看下去，这个选择就在你按下播放键的那一瞬，那个选择划走的你已经分裂出去了，正过着一段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你们俩曾经是同一个人，揣着一模一样的记忆，可从那一秒起，你们就成了两条永不相交的道上的陌生人。此时此刻，可能有一个你正在为升职加薪高兴，也可能有一个你正躺在医院里唉声叹气，而每一个这样的你，都100%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唯一真实的、活生生的自己。你想想，这画面是不是有点让你后背发麻？说到这儿，你可能觉得这已经是人类想象力的天花板了。多世界诠释确实够厚实，它把咱们开头跟你唠的那种人生错位感，还有面对选择时的无穷可能，解释的严丝合缝。可你千万别以为这就是平行宇宙的全部，这还只是微观量子层面的平行宇宙，或者叫第一层平行宇宙。要是咱们把镜头往后拉，把目光从薛定谔的猫身上挪开，扭头看向138亿年前那场宇宙大爆炸，你会发现，物理学家眼里的平行宇宙，比你在漫威电影里瞧过的还要宏大得多，还要疯狂得多。那是一个连物理法则都能被彻底掀翻的怪地方。咱们接着把视野放大到整个宏观宇宙，去瞅瞅那锅烧得咕嘟咕嘟的开水里，到底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要看懂这锅开水，咱们得先从你肯定听过的宇宙大爆炸说起。大约在138亿年前，一个温度和密度高到你我没法想象的起点，突然炸开了，然后不停地往外胀，这才鼓捣出你我今天瞧见的塞满星系和恒星的宇宙。你以为这个过程是匀速的、慢悠悠的，你以为它跟你吹气球似的，不，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科学家研究这个膨胀过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窟窿。为了把这窟窿补上，在上世纪80年代，物理学家阿兰·古斯抛出了一个叫暴胀的理论。他指给你看，在大爆炸炸开之后，哪怕只是1秒钟的1/1000那么短的一小段，宇宙不是匀速在涨，而是经历了一次疯到极点的暴涨。你想想看，这就好比一个比原子还小无数倍的点，在你眨一下眼的功夫，直接就胀成了一个比整个银河系还大的空间。你敢信吗？这种胀的速度远远甩开了你知道的光速。暴胀理论一出来，不光把之前那个窟窿补得漂漂亮亮，还牵出一个能让你彻底目瞪口呆的推论，也就是出了名的永恒暴胀理论。啥意思呢？咱们打个最接地气的比方，你立马就明白了。你闭上眼想象一下，在一个比咱们这个宇宙还大得多得多的更高维度的空间里，咱们暂且叫它超空间。这个超空间就像一大锅正在炉子上烧得咕嘟咕嘟的开水，水里头灌满了巨大的能量。
你瞅着水开的过程，水底会不停地冒气泡，这些气泡一边往上窜，一边飞快地变大。有些气泡刚冒头就破了，可绝大多数会一个劲儿地鼓成一个个独立的空间。你仔细琢磨琢磨，在这锅开水里，你我现在住的这个装着上千亿个星系的浩瀚宇宙，压根儿不是什么独一份的存在，它仅仅是这口大锅里无数个气泡当中的一个罢了。就在咱们唠嗑的这会儿，就在你点开这个视频的这一秒，那口锅里还在不停地往外冒新气泡，每一个气泡都是一次全新的宇宙大爆炸，每一个气泡都会慢慢鼓成一个广阔无边的崭新宇宙。你稍微把这个画面在脑子里放大一点，你烧过水吧？水快开的时候，锅底那一层密密麻麻的小泡，一个挨着一个，谁也不认识谁，他们各冒各的，各鼓各的，谁也管不着谁。咱们这个装了上千亿个星系的宇宙，在那口超级大锅里，就是这么一个小泡。你觉得自己脚下这片天地大得没边儿，可搁在那口大锅面前，它连一粒芝麻都算不上。这就是第二层平行宇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泡泡宇宙，或者叫多重宇宙。在这个层面上，你得弄明白，平行宇宙不再是量子力学里那种因为人一选择就冒出来的时间线分叉，而是实实在在在物理空间上并排摆着的庞然大物。它们就像大海里无数个互不相干的泡泡，各占着超空间的一个旮旯，彼此之间隔着你这辈子都飞不到的遥远距离，你永远瞧不见它们碰面。听到这儿，你可能觉得这也就是数量多了点嘛，顶多这锅水里有无数个跟你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泡泡宇宙。你要是这么想，那可就太小瞧宇宙的疯狂劲儿了。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可能会把你那点常识彻底掀个底朝天。咱们旁边那些泡泡宇宙里，你以为他们跟你我这边差不多？不，他们长得跟咱们不光不一样，简直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在那些气泡里，物理法则甚至可能跟你我这边完全反着来。那是一个连你读过的最天马行空的科幻小说都不敢轻易描的怪地方。咱们接下来就带你钻进那些疯狂的气泡里，瞧瞧到底是个啥光景。现在你就闭上眼想象，假如超空间真的像一锅开水，而你手上有一艘能在不同气泡之间穿梭的飞船。当你冲破咱们宇宙的边界，闯进隔壁那个泡泡宇宙，你会瞧见一幅啥景象？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那儿也有太阳，也有行星，没准还有个住着外星人的地球，对吧？你以为会瞧见熟悉的天空？不，科学家会毫不留情地把你这个没劲的幻想戳破。物理学家告诉你，每个气泡在诞生，也就是发生宇宙大爆炸那一瞬，它内部那些物理参数就跟摇号一样，是随机蹦出来的。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隔壁气泡里的物理法则跟咱们这边可能完全不是一码事，甚至处处跟你反着的常识来。比方说，在咱们这个宇宙里，引力是互相吸的，所以星云才能聚拢，才能捏出太阳和你我住的地球。可你想想，要是隔壁那个气泡宇宙摇号摇歪了，那儿的引力是互相推的呢？你想象一下，那个宇宙里永远别想有任何东西凑到一块儿，那儿没有恒星，没有行星，整个宇宙就是一锅永远在发光、发热，还越来越稀的粒子汤。那个世界永远是一片刺眼的死寂，啥都成不了形，更别提冒出你我这样的生命了。咱们再换个气泡瞅瞅，要是另一个泡泡宇宙里，光速不是每秒30万公里，而是慢得跟蜗牛似的，1小时才挪10公里呢。在那个世界里，你随便蹬个自行车就能追上光。或者你再往更离谱的方向想，要是那个宇宙里压根儿就没有电磁力，那光本身也就不存在了。那个宇宙将是一个彻头彻尾漆黑的世界。最能让你头皮发麻的是关于时间的那个设想。在咱们这儿，时间就像一条河，永远只朝一个方向淌。这就是所谓的熵增定律，万事万物都不可逆地往衰老和乱糟糟里走。可假如在某个疯狂的气泡里，
这条河是倒着流的呢？在那边，摔碎的杯子会自己飞回桌上，拼好，枯黄的树叶会重新变绿。你会发现那儿的老人越活越年轻，到头来缩成婴儿，钻回娘胎里。在那个宇宙里，时间是往回走的。你所谓的未来，其实是他们的过去。不光是物理法则，连生命的样子，在不同的气泡里也可能千奇百怪。你总觉得生命非得靠水、靠氧气，非得是碳基的，因为你自己就是这么长出来的，对吧？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不，在那些物理参数被大改一通的平行宇宙里，你眼里的毒药可能正是人家的甘露。也许在某个气泡宇宙里，有一颗温度高达2000度的火球行星，上面连一滴水都没有，可因为那儿独特的化学法则，上面却活着一种由硅元素攒成的岩浆生物。它们不需要你呼吸的氧气，靠啃火山灰过活，它们可能压根儿理解不了，咋会有像人类这种得泡在水里还脆弱的连100度高温都扛不住的怪物种。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这实在太扯了？你肯定在心里嘀咕，这不就是瞎编故事吗？可它还真不是，这恰恰是第二层平行宇宙理论最硬核的地方。科学家们经过一番严丝合缝的数学计算，发现咱们这个宇宙能冒出生命。这事儿本身的概率低的能让你眼直，引力哪怕再大那么一丁点，宇宙老早就被压塌了。引力要是再调小那么一丁点，恒星根本就点不亮。你现在享受的这些物理参数，就像有人拿着一把精细到极点的镊子，一点一点给你捏出来的一样，完美的简直像个奇迹。那你可能会问，凭啥咱们运气这么好，能刚好抽中这个中头奖的参数？多重宇宙理论给了你一个最合理也是最扎心的解释，因为压根儿就没什么奇迹，也没有什么上帝在那儿精雕细琢。真相是，那锅开水里曾经冒出过无数个失败的气泡，有的刚出来就塌了，有的永远黑咕隆咚，有的怎么都凑不出任何结构，只是因为气泡的数量没有尽头，所以总能有那么一个，刚好随机摇出了能孕育你我的完美参数。咱们只不过是刚好住在这个走运的泡泡里罢了。在你我的宇宙外头，可能正飘着无数个法则彻底失控的死寂空间，它们就像宇宙的坟场，默默地待在那儿。聊完了这些参数各不相同的泡泡宇宙，你是不是觉得平行宇宙的脑洞已经到头了？不，咱们这趟旅程才刚走了一半。接下来要瞧的这种平行宇宙，连三维空间这个概念都要被砸碎。咱们得把目光转向一种看不见的折叠空间，去瞧瞧弦理论里那个11维的宇宙到底是个啥怪物。这个能把三维空间概念砸碎的怪物，就是现代物理学里最烧脑的弦理论。在这套理论里，物理学家直接把桌子给掀了，他们告诉你，连三维空间它本身可能都是个天大的错觉。你以为咱们这世界是由一个个小圆球式的基本粒子搭起来的？你肯定在物理课上学过原子、电子啥的，对吧？你以为这就是物质的尽头了？不，这套理论认为，你要是把宇宙里所有的物质一个劲儿往下拆，拆到比原子、比夸克还小无数倍的极限，你会发现，世界压根儿不是由一个个小圆球攒成的。在那个极小极小的尽头，所有的物质其实都是一根根像琴弦一样的能量线。这些能量线在那儿不停地颤，不同的颤动频率就弹出了你能瞧见的各种不同的微观粒子，进而搭起了你我身边这整个世界。这听着挺有诗意的，是不是？可问题马上就来了。科学家在用数学公式推这些琴弦怎么颤的时候，撞见了一个要命的窟窿。在咱们熟悉的三维空间加上时间，也就是4维时空里，这套公式怎么算都是错的，死活配不平，除非你在这公式里硬塞进另外7个维度，也就是说，宇宙必须是一个11维的空间。
这套优美的弦理论才能在数学上严丝合缝。你是不是听懵了？长宽高这3维咱们都懂，加上时间算4维，你也能勉强接受。可那多出来的7个维度跑哪儿去了？咱们平时怎么瞅都瞅不见，怎么摸都摸不着。为了让你弄明白这多出来的7个维度，咱们来打个最接地气的比方。你想象一下，你要是从老远老远的地方看一根长长的自来水管，在你眼里它就是一条细细的线，只有长度这一个维度，对吧？可这时候要是水管上停着一只极小极小的蚂蚁，在蚂蚁眼里情况就全然不同了。它不光能顺着水管往前爬往后退，它还能绕着水管一圈一圈地转着爬。在这么小的尺度下，水管其实是一个既有长度又有圆周2个维度的面，只不过那个圆周卷得实在太细了，老远的你根本瞧不出来。咱们宇宙里那另外7个维度也是一个道理，它们并没有凭空没了，也没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它们就在咱们身边，就在你的鼻子尖上，就在你的手指缝里，只不过它们像毛线球一样紧紧地蜷成一团，缩在比原子还小无数倍的微观尺度里。咱们人类的块头实在太大了，所以你我的肉眼和任何精密仪器都只能感受到摊开的那3个宏观维度，压根儿察觉不到那些被死死折叠起来的高维空间。那这些蜷成一团的折叠空间到底有啥用？这就是第3层平行宇宙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那个脑洞了。咱们前头跟你说的那些泡泡宇宙，彼此隔着极其遥远的超空间距离，你开着飞船飞到死都飞不过去。可弦理论告诉咱们，我要是能掌握穿透那些微观折叠维度的本事，那咱们可能压根儿不用飞那么远，因为在那些卷起来的11维空间里，很可能到处都藏着通往别的宇宙的后门，或者说捷径。这就好比你在一张巨大的平坦纸上爬，纸的左边和右边隔着108000里，可要是这张纸在某个更高的维度里被对折了一下，左边和右边其实就紧紧贴到了你面前。只要你能摸到那个折叠的点，你只要往前迈那么极小的一步，就能一眨眼从一个平行宇宙跨到另一个平行宇宙。而在这种高维度的视角下，物理学家们又推出了一个更宏大也更吓人的宇宙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咱们的宇宙连个气泡都算不上，你我所在的宇宙可能只是一张悬在半空薄的不能再薄的床单，这张床单稍微一抖，或者跟另一张床单刮蹭了那么一下，就能引发一场毁天灭地的大灾难。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唠的魔宇宙模型。在这个特别震撼的魔宇宙模型里，要说之前的泡泡宇宙听着像水里冒泡，那你听这个魔宇宙就更像是在晾衣服。咱们顺着弦理论那个高维视角接着往下想，在那个神秘的11维空间里，不光有像琴弦一样的1维能量线，它还允许存在更高维度的结构，比如2维的膜、3维的膜，甚至更高维度的膜。物理学家推测，咱们生活的这个长宽高俱全的3维宇宙，其实就是飘在更高维度空间里的一张3维的膜。为了让你脑子里有个画面，咱们先把维度往下降一档。你想象一下，在那个浩瀚无边的超空间里，悬着一张大的没边的床单，这张床单就是咱们整个宇宙，宇宙里所有的恒星、星系，连带着地球和你我，全都被死死地缝在这张床单上。咱们只能在床单表面前后左右的挪，压根儿没法脱离床单，蹦到半空中去。那你肯定要问，平行宇宙在哪儿呢？平行宇宙就是挂在咱们这张床单旁边的那另一张床单。甚至在这片广阔的超空间里，可能密密麻麻地挂着无数张这样的床单，它们彼此平行，之间可能就隔着极小的1毫米，甚至更近的距离。可就因为咱们被死死拴在自己这张床单上，所以你永远瞧不见，也摸不着隔壁那张床单。听到这儿，你可能觉得这也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存在方式罢了，没啥大不了的。可物理学家指出，
事情远没有你想的这么岁月静好。这些床单可不是钉死不动的，它们在超空间里会像被风吹着一样，慢悠悠地飘，慢悠悠地起伏。你想想，要是两张挨得极近的巨大床单，在飘的过程中一不留神撞到了一起，会咋样？砰的一声，两个宇宙撞了个正着，狠狠地要了命。这一撞放出来的能量大到人类的词儿根本形容不出来。物理学家认为，这种两张膜之间的恐怖撞击，其实就是咱们常说的宇宙大爆炸。你仔细品品这个逻辑，以前你总觉得宇宙大爆炸是凭空冒出来的，对吧？你以为它是毫无缘由就炸了。不，在魔宇宙模型里，大爆炸不再是什么神秘的起源，它只是一场高危的交通事故。两张床单撞一块儿，炸出极高的温度和能量，然后在弹开分离的过程里，这些能量慢慢冷下来，凝出了咱们宇宙里的各种物质和星系。等你这边的两张床单再次靠近，再次相撞，咱们的宇宙就会在烈火里毁掉，然后再来一次重生。这就是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宇宙狂想剧。而且这个魔宇宙模型还能顺手帮你解开物理学界一个流传了很久的千古谜题，那就是引力为啥这么弱？你可能觉得引力挺强的，对吧？毕竟它能拽着地球绕太阳转。你以为引力是所有力量里最横的？不，它其实弱爆了。你拿一块小小的吸铁石，就能把一根铁钉从桌上吸起来。你区一块几克重的吸铁石，产生的那点电磁力，竟然直接干翻了整个地球几十万亿吨质量攒出来的引力。引力搁在其他基本力面前，简直弱得像个渣渣。这是为啥？魔宇宙模型给了一个特别霸气的解释。他说，引力之所以在咱们宇宙里显得这么弱，是因为引力是个海王。别的基本力，比方说电磁力，都像个老实人，被死死绑在你我所在的这张床单上，哪儿也去不了。可引力却像一个滑不溜手的渣男，它能在好几张床单，也就是好几个平行宇宙之间来回穿梭。你感受到的引力，其实只是引力那全部能量里漏到咱们这张床单上的极小极小的一丝残羹冷炙，它绝大部分能量老早就漏到隔壁的平行宇宙里去了。你回头再看那块小小的吸铁石，是不是感觉都不一样了？它能吸起铁钉，不是因为它多强，而是因为跟它较劲的那个引力本身就是个心不在焉的渣男，压根儿没使全力。他把大半的心思都花在了别的床单、别的宇宙身上。你我天天被引力拽在地上，以为他有多牛，其实咱们感受到的只是他随手漏下来的那么一点边角料。怎么样？这个解释你听着是不是又疯狂又自圆其说？聊到现在，咱们已经瞧过了微观选择的分裂，瞧过了宏观气泡的沸腾，也瞧过了高维床单的相撞。物理层面的平行宇宙咱们算是盘得差不多了。可你要是以为这就完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接下来咱们要瞧的第四层平行宇宙，将彻底挣脱物理的束缚，把人类的认知推向一个纯粹的哲学和数学的深渊。要把人类认知推向这个深渊，就得靠物理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抛出的第四层平行宇宙。他甩出一个疯到极点，甚至带点哲学味儿的终极设想，那就是数学宇宙假说。在唠这个假说之前，咱们先来琢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宇宙不管它多浩瀚多复杂，它底层那些规律竟然全都能用数学公式完美的表达出来。就拿那个大名鼎鼎的圆周率来说，你画一个再完美的圆，它的周长除以直径永远是那个没完没了的小数。牛顿仅仅靠着几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准准地算出行星是怎么转的。苹果为啥往下掉？这说明啥？你以为数学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一个特别好使的工具，咱们拿这工具去描述宇宙的规律，对吧？你以为是这样？不，泰格马克可不这么想，他认为咱们全给弄反了。
数学压根儿不是人类发明的，数学是宇宙本身就自带的属性，是宇宙最底层的那套代码。你我人类不是在发明数学，而是在发现数学。你顺着这个思路想想，是不是有点道理？圆周率那串没完没了的数字，不是谁坐在书桌前拍脑袋编出来的。你在地球上画个圆是它，你飞到银河系另一头画个圆还是它，它就那么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不管有没有人类，不管有没有那支画圆的笔，它都是那个数。牛顿也不是发明了万有引力，苹果在他坐到树下之前就一直往下掉，他只是刚好瞧见了那个本来就藏在宇宙底层的规矩。你越想越会觉得数学不像是咱们的发明，倒更像是咱们撞见的宇宙早就写好的一行行代码。顺着这个惊世骇俗的逻辑，泰格马克推出了第4层平行宇宙的终极道理。他断定宇宙的本质就是数学结构，所以只要你能在一个宇宙的脑子里构思出一个数学结构，只要这个结构在逻辑上是完美的，能自己证明自己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破绽，那么这个数学结构对应的那个物理宇宙就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在某个地方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这就好比说，只要你能用代码敲出一个没有任何漏洞的电子游戏程序，那么这个游戏世界，不管头是魔法满天飞还是神仙满地跑，它在第4层平行宇宙这个意义上就是绝对真实存在的。你仔细品品这句话，它背后的意思有多让人头皮发麻。只要逻辑对，它就得存在。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只要你不自相矛盾，在这个终极的平行宇宙体系里，简直可以说是心想事成，包罗万象。比方说你写科幻小说，经常设定一个世界，那儿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只有纯粹的思想在你来我往的交流。搁以前你肯定觉得这纯粹是瞎编，因为这种设定根本不符合咱们宇宙的物理法则，对吧？你以为这是纯画饼？不，在第4层平行宇宙的视角下，只要这种没有时空的设定在他自己那套数学逻辑里能完美闭环，那个纯思想交流的世界就绝对存在。这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咱们人类所有的想象力，所有的神话传说，所有的科幻电影，只要它内部的逻辑能说得通，它就一定在某个平行宇宙里真真切切地上演着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只要那套魔法法则在数学上能自洽，它就是真实存在的。黑客帝国里那个虚拟母体，只要代码逻辑能闭环，它也是真实存在的。你觉得它们是幻想，仅仅是因为你脑子里的数学结构跟他们那边的数学结构不一样，咱们互相理解不了罢了。这就把平行宇宙的范围往无限里撑，一直撑到人类认知的绝对极限。在第4层平行宇宙里，不存在什么不可能，只存在你想不到的数学结构。所有的可能，所有的疯狂，所有的荒诞，只要能配平逻辑的公式，它们就都在那儿默默地转着。聊到这儿，咱们已经把平行宇宙这4层楼从下到上全爬了一遍，一层比一层疯，一层比一层颠覆你的认知。这时候你心里肯定憋着一个大问题，科学家们说的这么玄乎，又是气泡，又是床单，又是数学结构的，难道就全靠脑补吗？有没有哪怕一丁点真凭实据，能向你证明平行宇宙真的存在？要是我告诉你，科学家其实已经在一张照片上拍到了平行宇宙当年撞咱们宇宙留下的伤疤，你敢信吗？咱们接下来就来瞧瞧那块震惊世界的宇宙淤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看懂那块宇宙淤青，咱们得先认识拍下它的那张著名照片。这张照片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这名字你听着有点吓人，对吧？其实你把它当成咱们宇宙的一张婴儿照就行了。宇宙大爆炸炸开38万年之后，整个宇宙慢慢凉下来，变得透明了。那一刻，宇宙发出的第一道光，穿过138亿年的漫长岁月，终于让咱们人类的卫星给逮着了。科学家把这些古老的光线一点点拼到一块儿，就得到了这张全宇宙的温度分布图。
你要是上网搜这张图，它看着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大鸭蛋，上头那些红的黄的斑块代表温度稍微高那么一丁点的地方，蓝的绿的斑块代表温度稍微低那么一丁点的地方。总的来说，这整个鸭蛋的颜色摊得非常匀，这说明咱们宇宙早期的物质分布是很均匀的。可就在2004年，科学家在仔细扒拉这张照片的时候，突然瞧出一个大问题。在这个大鸭蛋的右下方，也就是波浆座那个方向，冒出了一大块特别不和谐的深蓝斑块。这块地方的温度比周围的平均温度低了将近1/1000度。你可别小瞧这1/1000度，在极其均匀的宇宙背景辐射里，这就好比平静的湖面上突然多出一个巨大的漩涡。科学家给这块地方起了个名，叫宇宙冷斑。更要命的是，你猜这个冷斑有多大？它大得离谱，直径横跨了整整10亿光年。这是个啥概念？连咱们那么庞大的银河系搁在这个冷斑面前，都渺小的像一粒灰。一开始，你猜科学家咋说？有人觉得可能就是那片地方的星系比较少，是个恰好空出来的宇宙空洞。你以为这就解释通了？不，后来精确的测量把这个说法给排除了。空洞那套理论根本没法解释这么大面积，而且温度掉的这么有规律的怪现象，这就成了一桩悬案。直到后来，有一些研究平行宇宙的物理学家盯着这块冷斑看出了名堂，他们抛出一个能让你倒吸一口凉气的假设。他们说这块冷斑压根儿不是咱们宇宙内部自然长出来的，它其实是一个撞击坑。你想想咱们前头唠过的泡泡宇宙还有膜宇宙的模型，在那个模型里，咱们的宇宙只是飘在超空间里的一个气泡或者一张床单，旁边还有无数个平行宇宙。这帮物理学家推测，在咱们宇宙刚出生还在拼命往外胀的婴儿时期，隔壁那个平行宇宙可能凑得太近了，一不留神在咱们宇宙的边上轻轻蹭了那么一下。这两大宇宙相撞的一瞬，放出来的能量搅乱了咱们宇宙那块地方的物质分布，把那儿的能量给抽走了一部分。所以等宇宙凉下来之后，当年被撞的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一大块温度低的反常的冷斑。你想想，这就好比一个苹果被人磕碰了一下，虽然表皮没破，可里头已经坏了，过几天那地方就会瘪下去，变成一块青紫色的淤青。要是这个假设是真的，那你眼前这块横跨10亿光年的冷斑，就是你我人类到目前为止找到的最直接、最硬核的证据。那块深蓝色的斑块就像在默默地告诉你，在你瞧不见的边界之外，真的还有别的世界存在。既然证明了外头还有别人，那你面前马上就摆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既然平行宇宙不光存在，而且还跟咱们离得这么近，甚至都发生过追尾了，那你肯定要问，为啥咱们从来没碰上过从隔壁宇宙过来串门的外星人呢？难道你我真的是在这没完没了的宇宙群里被彻底孤立的一座孤岛？关于这个问题，咱们接下来唠唠它背后那个让你脊背发凉的真相。这个真相其实牵扯到了大名鼎鼎的费米悖论。你顺着刚才的思路往下想，既然宇宙有那么多，有些宇宙的诞生比咱们早了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年，那里头住的高级文明在科技上绝对是碾压你我的存在。按常理说，这些神级文明早就该攥住穿越平行宇宙的技术了，就跟我现在能跨着洲际去别的国家旅游一样。他们为啥从来没到咱们这个宇宙来穿过门？或者退一万步说，为啥连个跨宇宙打招呼的信号都没发过来？为了给你解释这种诡异的安静，科学家和科幻作家们抛出了几种能让你细思极恐的猜测。第一种猜测是最现实也最让你绝望的，那就是物理法则的绝对隔离。咱们前头讲泡泡宇宙的时候说过，每一个气泡在诞生的时候，它的物理参数都是随机摇号摇出来的。这就意味着隔壁宇宙的光速、引力和电磁力跟你我这边
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你想象一下，要是一个隔壁宇宙的外星人掌握了打破维度壁垒的本事，他兴冲冲地开着飞船跨过边界，钻进了咱们的宇宙。你以为他会像漫威英雄那样帅气降临？不，结果他一进来立马就傻眼了，因为他那副在他们宇宙法则下完美运转的身体，或者说飞船，根本适应不了咱们这边的物理参数。你想想，这就好比你把一条深海里的灯笼鱼猛地捞到青藏高原上，它一瞬间就会因为压力全变了而爆体身亡。那些外星人或者他们的探测器在跨过宇宙边界那极短的一瞬，可能就已经让咱们这边的物理法则给直接撕碎了，连个渣都剩不下。所以这种物理法则的差别本身就是一道你永远迈不过去的叹息之墙。那要是碰上那种物理法则跟你我完全一模一样的平行宇宙呢？这就牵出第二种更惊悚的猜测，叫黑暗森林的跨界版，或者说降维打击的保护罩。你在漫威电影里瞧奇异博士在各个多元宇宙里穿梭，是不是觉得那是超级英雄在拯救世界？你觉得这很酷，对吧？不，在真正的高级文明眼里，这种跨宇宙的接触绝对是一场灭顶之灾。你仔细想想，要是咱们发现了一个平行宇宙，里头的地球上住着一群还处在原始社会的另一个版本的人类，你觉得咱们人类会跟他们和平相处吗？咱们的历史早就证明了，高级文明碰上低级文明，带过去的往往不是鲜花和技术，而是无情的掠夺和单方面的屠杀。那些比咱们早发展了几十亿年的神级文明，早就把这套宇宙生存的黑暗法则看透了。他们心里门儿清，一旦打破平行宇宙的隔离，把两个不同的世界硬拧到一起，极有可能引爆一场波及好几个宇宙的维度战争。所以那些神级文明不光不会主动去别的宇宙串门，他们甚至会动用极其强大的能量，把自己的宇宙给死死封起来，或者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毫无生命迹象的废弃气泡，以防被其他更可怕的捕食者盯上。在他们眼里，咱们这种在宇宙里到处发广播拼命找外星人的低级文明，简直就像深夜里在黑森林中举着火把又喊又叫的傻孩子。也许就在此时此刻，隔壁宇宙的某个高级观察员正透过那层看不见的维度薄膜，冷冷地打量着你我。他们不出声不插手，只是默默地等着看，咱们人类到底是因为自己的蠢而自我毁灭，还是在某一天一个不小心招来更高维度的打击，从此彻底变成历史的尘埃。这种没法跨越的隔离，表面上看是一种让你觉得孤独的困境，可你往深了想，这也许恰恰是宇宙在冥冥之中对咱们这种低级文明的一种保护。因为你我都还没准备好去面对外头那个极其复杂也极其残酷的多重世界。聊完了这些冷冰冰的宇宙法则，咱们这趟烧脑之旅也快到尾声了。在弄懂了无穷的分裂、疯狂的气泡和折叠的维度之后，咱们到底该怎么看自己？咱们把视线从138亿光年外收回来，瞧瞧屏幕前的你到底意味着什么。面对这么多层级的平行宇宙，你心里可能会冒出一种特别强烈的虚无感。既然在那无数个世界里存在着无数个你，过着无数种不同的人生，那你今天在这儿卖力工作，认真过日子，到底还有啥意义？难道你我只是那个庞大数学公式里一个微不足道的代码？你以为这就是全部的真相吗？不，其实物理学家早就给出了一个最暖心也最脚踏实地的答案。不管外头有多少个平行宇宙，那些其实都跟现在的你没有半点关系。因为在多重宇宙的物理法则里，你们之间隔着一道永远打不破的叹息之墙，你们永远不会碰面，你也永远不会跟他换记忆。真正要紧的只有此时此刻，当你喝下一口热茶，体会到那种真真切切的暖，只有现在的你才感觉得到。别的宇宙里那无数个你再风光再圆满，他们尝不到你此刻这口热茶的暖。那些感受是这条时间线单独发给你的，
谁也抢不走，谁也替不了。那些你当年弄丢的人，在别的宇宙里确实可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可那个圆满是属于他的，不是属于你的。属于你的，只有你靠着一次次真实的选择踩出来的这条独一无二的路。你以为这是平行宇宙最残酷的地方？不，这恰恰是它最浪漫的地方。它给了宇宙无数种可能，却只给了你一次体验的机会。既然回不到过去，也去不了别的宇宙，不如就把这趟单程旅途走得精彩一点。你现在的每一次深思熟虑，你的每一次勇敢迈步，都在让你变得更加没法替代。在无尽的多重宇宙里，你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只有你在替这个维度的你活着。好，这期就到这儿了。要是觉得还不赖，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你把这一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咱们下期见。